没有房贷的人太可怕了。最近网上流传一句调侃房地产的话，没有房贷的下属太可怕了。我骂他，他居然敢顶嘴。虽然知道无房无贷的人不好惹，但这2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，还是被他们的杀伤力给震慑到了。有位95后女生在深圳买了套房，把这份喜悦分享到网上，结果评论区里几乎都是冷嘲热讽。你个房奴，真是给95后丢脸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背负房贷算啥争气？95后不需要这种争气，等你的房子将来法拍了，希望你也能笑得出来。这位业主看完评论也非常纳闷，于是发出灵魂拷问：95后买房到底怎么了？现在的风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位业主的情况，他的搞钱意识比较强，毕业5年后就在深圳买了房，总价300多万，首付资金没有靠家里，可以说赶超绝大部分同龄人。即便放在近些年众多深圳首套房的案例中，也是百里挑一。然而就是这么个励志故事，却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所谓笑话。我们不禁要问，年纪轻轻就负债累累成为房奴，这很丢人吗？这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。早在10多年前，互联网上大多数人都看不起贷款买房的人，并把这些人称之为房奴。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没有任何人来到这个世上，寒窗苦读10几年书，就为了还30年房贷。10多年过去了，当初那些大城市的房奴们很多都成了中产，有少部分人因为买房尝到了甜头后，甚至买了好几套、10几套房，这些人已经步入富人阶层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在一个演讲中说，贷款这种事，我可拿手了，我超爱贷款的，我爱别人的钱，贷款让我赚了好多好多的钱。当时这个演讲现场一片爆笑，但确实说出了一个核心本质，几乎没有人能够不通过贷款而成为有钱人，拥有优质负债本身就是一种实力。我举个例子，20年前你在深圳月供2000块觉得压力山大，现在呢，啥感觉都没有。背后的真相就是，这些年的通货膨胀和工资涨幅会缓解大部分的房贷压力，所以贷款在大城市买房，可能是普通人这辈子能够得着的最大一笔投资。这是一个非常明智且长远的投资思维。短期来看，没有房贷的人确实活得自由自在，看起来很爽很酷，但很爽很酷的事情一般都比较有迷惑性，既想富贵又不愿意奋斗，既想财富自由又不愿努力。现实中哪里有这么多童话故事？即便有，那也是别人父辈积累下来的，别人3代的积累，凭什么输给不想努力的键盘侠？千万不要成为那种恨人有笑人无的键盘侠，这种人将永远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永世不得单身。大家觉得呢？是你会贷款买房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